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库法理财，我是 Lisa。今天呢，又要来做电器的实测了。那这次要做的呢，是大家已经敲完很久的电子锅的实测跟 PK。那这两台呢，分别是我家旧的，已经13年的 IH 压力锅，跟我之前开箱过的一台是象印的顶级盐武锤压力锅。那这两台的价格呢，其实差了蛮多倍的。那我们就想来看一下，到底这两台煮出来的饭会不会有不一样？那也顺便带大家看一下它的更新后的外形啊，还有里面的一些差别这样子。今天除了看它的功能外观之外呢，我们还会实际来煮一下米饭，看看一样的水、一样的米煮出来的饭到底会不会有不一样，会不会更好吃呢？最后呢，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最近用下来感想，就已经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了。好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就开始我们今天的 PK 吧 ，Go！OK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的外观，就是其实在更新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10年前跟它现在这一款的压力锅啊，其实都还是有出一样的型。那这个型号呢是 HTF18，它本身就会比这台盐武锤再大一点。那所以呢，我先讲一下，就是我今天拍的这个影片呢，就不是业配，这两台机器都是我们自己家里在用的电子锅，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点使用痕迹，你等一下可以看得到。那打开之后呢，可能也会有一些磨损啊，是因为以前在用电子锅的时候，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知识，所以就可能也用了10几年，就会有一些磨损啊，请大家见谅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台旧的IH 压力锅。这台的话呢，它是3段的压力，也是有加压的电子锅。那它本身的话呢，型号会比这台盐武锤再稍微大一点点，所以它的那个里面的内锅呢也会比较大。它这个表面的设计的话呢，是用这种按钮式的，所以是直接很简单的用法，就是炊饭啊，然后变换你的不同的选择功能。我觉得是很简单易懂的一个设计。那新的盐武好。那盐武锤的话呢，它新的就是走一个这种之前开箱的时候也看过嘛，它就是这种比较亮面的一体成型的设计。那上面的话就是只有3个按钮，另外的话呢加上触控萤幕。那里面的话呢，我们打开看一下 ，OK， 打开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个锅子啊会大很多。那你从侧面看的话呢，你会看到它的2个厚度是不一样的。那里面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刻度的部分，这个可以到10杯，然后这是5杯的米。象印的话呢，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啊，就是它的这个上盖都是可以拆开的，所以2款也都是很简单，就是往上压一下，它就可以拿起来了，这样子。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有加压的压力阀在里面。那新款的话呢，就又稍微更小了一点点。内部的话呢，都可以看得到它是IH 压力锅，所以它的下半部是它整个加热的内胆，那都是很简单可以清洁的。我觉得在2台电子锅内部都差不多，只是设计上面啊，还有一些按键等等的更新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，煮出来的米到底会不会比较好吃？所以我今天呢，想要来做的是用1层糙米，1层白米，然后来看看是不是像广告那样可以翻滚，那个米在锅中翻滚，然后最后呢变成就是混合融合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来进入到米饭实测咯 ，Go！ 好，然后现在呢，白米实测我用了这个1半的白米跟1半的这个是糙米，都是台湾的米哦。好，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我先把这个洗好的糙米放在下半层，就1杯的水这样。我都是今天就先暂时用1比1，我平常都这样子煮啦。然后白米放在上面。OK， 现在白米已经完全覆盖了这个糙米，然后等一下看看它煮出来之后呢，能不能够充分的混合在一起。现在都放进去了，那我们要来开始煮它了。我今天因为要拍影片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都用急速来煮好了，这样子会快一点。好，然后这个我就选白米快速。他们唱的歌都一样了，我现在才发现。你看啊，现在已经开始煮喽。那它的差别就是
这个演武吹的话呢，它的这个荧幕啊会告诉你说它是32分钟会完成。那传统的这种它就是没有一个预测的时间。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应该是演武吹理论上会先结束啦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再回来喽，待会见。OK， 饭煮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来打开看看，我好期待哦，不知道2个出来会是怎么样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，13年的 HK 压力锅能不能把糙米跟白米，微微的，好，那我想从中间切开来看看好了，看看它的大概有没有混合均匀哈，看一下，大概是一半一半吧，然后下面还是好像偏湿润的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演武吹咯，不知道会不会分层成功。3、2、1，开！哇，有更多的被翻上来的感觉。好，我来切开咯。这感觉上面呢更脆、更干燥的感觉了。我要看，有哦。可以看得到吗？它就是感觉更均匀的被搅拌过的感觉。因为我刚刚是下面是糙米，上面是白米，所以一开始应该是完全分层状态。那它就因为这个热对流，让它能够整个自己搅拌在一起。而且呢，你看下面啊，它比另外一台旧的压力锅的那个煮出来的更均匀一点。就刚刚下面比较湿，上面比较干，可是这个呢看起来就比较平均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刚刚打开了之后呢，我就把饭装到长得一模一样的碗里面了。那我接下来要来试一下2个吃起来的口感会不会有不一样。那因为我知道哪一碗是哪一碗嘛，所以呢，我要让另外一个小帮手杜先生来跟我一起吃，这样子呢才公平起见，对不对？噔！今天呢，我们来试试看 ，You don't know which one is which。不知道。Yeah，so 我们要来试试看2个煮出来，你觉得口感有没有差别？好吧？好啊。OK， 试试看。那我们先来吃这一碗，我们吃白米的部分。它现在吃起来里面蛮湿润的，然后那个糙米的部分比较硬一点。对，这个比较硬一点。可能是因为我刚刚用快速煮炊饭的关系。白饭不错。白饭我觉得稍微软一点。然后接下来吃第二碗。好啊。第2碗我试试看哦。有点不一样。我觉得那个糙米的部分还是因为偏硬，可能是因为我用快速炊饭，但是那个白米的差很多。白米的更 Q 弹整个我觉得差很多。对，是。你猜猜这个是哪一个？我可以猜一猜，这个应该是 pressure。对，这里有 even， 差不多是 cook even。然后这个是 distributed， 这个不是。然后那个米饭也不错，然后这个比较好。旧的啊，它有一点点就是白饭的地方 too wet。这个不是 wet。这个真的很 对，Q 弹。你可以看这个是 dry，you can separate all the grain。这个比较 compact。对哦，也是黏黏的感觉。对，你看。哦，真的哎，其实光那个亮度其实就有差别了。可以翻开。对，我们直接再吃一次。差很多哎。Yeah, it's not bad at all. It's really perfect. Look, you can separate each grain. 这个白饭好 Q 哦。所以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吃？这个真的比较好吃。我觉得差别蛮明显的。我觉得是不一点那个机器，然后真的米饭非常好。对，真的非常好。一样的米，一样的水，只是煮出来真的比较好吃。比较好吃。不是没有业配哦，没有业配，真的就是纯粹吃起来很明显。是的，这个也不错。然后这个真的是对 another level。谢谢。不用谢，拜拜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实测影片。很明显的，我自己也蛮惊讶的，就是演武吹真的这个热对流啊，还有在米饭的表现上呢，真的像它广告所说的，就是你会把这个米饭变更均匀的感觉。口感上呢，我觉得同时间吃就更明显的差别了。那像我现在在澳洲的家里用的是更一般的微电脑电子锅，如果你们不知道分别的话呢，可以去看我上一部电子锅的选择的影片，里面我有讲就是不同电子锅的区别。那我觉得除了米饭的口感是怎样的差别，就是
一般的电子锅呢，不管米好不好，煮出来比较容易烂烂的。那如果你喜欢那种米啊，要一整颗咬起来是有口感、很饱满的话呢，越好的电子锅煮出来的效果越好。我觉得如果你的米就是一般的情况下，它都可以煮出非常好吃的米，而且它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就可以完成了。像今天这2个一起煮的时候呢，一样是快速模式，盐武炊大概快8到10分钟左右，所以也是在不管时间上、口感上，它的表现都有差异。所以我觉得的确是贵了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蛮值得的。那希望这部实测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咯。好，那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电子锅相关的影片啊，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，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呢，再拍更多的影片跟大家来讲这个电子锅的小知识啊，或是 Q&A 啊，或是你们想知道，比如说它怎么清洗、保养等等的，都可以留言给我哦。我也想知道大家，如果是米饭会更好吃的情况下，你愿不愿意付更多钱买一台更好的电子锅？那欢迎留言给我，也欢迎到我的 IG 上面看一下，我们平常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短影片啊，或是一些平时的想法，都会放在 IG 上面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